因为我不爱吃甜的，每年元宵节吃的都是这种没有馅的小汤圆。今年就勤劳一下，自己做一个薄荷牛肉馅的咸汤圆吃一吃吧。薄荷和牛肉本来就是老搭档嘛。先来把薄荷切碎，今天买到了露天的小薄荷，非常有精气神，叶子不是软塌塌的，有些叶子有虫吃过的痕迹，看来虫也喜欢薄荷味。别说虫了，我一边切也一边觉得好香。牛肉是这种额外加了一点脂肪的，加点到薄荷里，先加这么多吧。调味方面就加点盐，一点草果粉，也来点芝麻油，也是和芝麻汤圆沾上边了。这个牛肉薄荷馅的汤圆，虽然今年我也是第一次吃，不过我猜味道应该蛮正常的。搅拌着，感觉馅有点散，还是再加点牛肉进去吧，顺便补一点盐。好像搅来搅去还是这个样，哎，算了吧。来试试能不能靠力气搓成圆球。包汤圆应该比包饺子难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事先把它搓成一个一个的球，方便等下操作。但是怎么搓不出来啊？薄荷加了盐还这么支棱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个缺点。看来我要再使用一点蛮力，勉强成功。我觉得我弄得有点大，但就这样吧。我现在真的很像一个火锅店的备菜员，手搓火锅丸子，总算也是勉强完工。接下来是汤圆皮，倒点糯米粉。先弄这些吧，也不知道够不够，加开水，我也不知道比例，总之就是水多了加面，面多了加水。除了开水，好像还要加冷水。这回好像真的是水多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这儿打年糕呢，或者是搅拌水泥，还能咋办？只能继续加糯米粉，最后可能要吃好几天，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再加一次，希望是最后一次。说实话，它软乎乎的比面粉好玩，但也就意味着还要继续加粉。怎么永远都是这个样？我服了。现在唯一的愿望是这包糯米粉够用。不管了，我决定直接上手。今天真的很狼狈，糯米粉怎么会那么能吸水？看一下，这才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。到了现在也没有退路了，只能继续加粉试试看。在满灶台的大雪纷飞以后，我好像终于要解脱了。伸手能见五指，甚至觉得面团有点干，但我也不会再加水了，就这么包。其实我们家都是用冷水拌糯米粉的，不怎么沾手，但是都是没馅的小汤圆，我怕包馅会裂开，所以就参考了一下网上的方法，没想到这么费劲。到了这个节骨眼，包不上我也不恐慌了，扯点面缝缝补补就行，只要不露出来就是成功。好像逐渐摸到一点门道了，这个包的比较顺利，但是这个头是一个比一个大，说是包子也不为过吧。先包5个吧，我已经精疲力尽。煮在锅里长得好像大鱼丸，我宁愿它是鱼丸。好像熟了，我已经煮了好久。吃这个皮厚的大汤圆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。第一口成功的只吃到皮，太烫了无从下嘴。这回吃到了，味道真的是好的，里面还有汤汁，外皮就是糯叽叽。要是它能是1、2口一个的大小该有多好。这个混合了牛油的汤汁让糯米外皮也是有味道的，而且咸的汤圆真的没那么腻，就是皮太厚了，所以外皮有点淡。看这个截面还以为是发面小笼包呢。我突然在想，既然可以煮汤圆，是不是也可以生煎，就像生煎包那样。虽然我已经累了，但是原料还剩下，而且我未来可能再也不想包汤圆了，所以我决定靠着一点残存的意志力再试一下。锅里加一点油，汤圆直接摆进去，先用油稍微煎一会儿，现在应该可以加水了。请问今天能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吗？盖上锅盖，这样上面的部分应该就会被蒸熟，理论上剩下的就拿去做速冻汤圆了，实在是吃不了。好像水已经差不多干了，我怕会糊，开盖看一下。这个汤圆扁下去了，而且粘在锅上竟然要撬开，好在底部还没糊，用不粘锅都粘成这样。但不得不说，闻起来超级香，有种牛肉锅贴在你面前打开的感觉。还好勉强都撬出来了，一面软趴趴，一面脆皮。烫嘴，真的，这个比水煮的好吃10倍，香香糯糯，还有牛肉汁。不枉我又折腾了半天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没必要搞生煎加水这一套，直接2面都油煎就可以了。
因为糯米皮就算煎脆了，它也还是糯的，其实2种口感都还会在，这样不仅没有那么粘锅，还能少一点油花四溅的危险。最后我只想感叹，累死我了。